这是一枚反坦克导弹的模型，我是根据法国 MMP 导弹的大概样子做出来的，跟所有导弹长得都差不多。它的头上是导引头，中间是装着战斗部和火箭发动机的弹身，其中伸出8个叶片，用来控制导弹的飞行姿态。尾巴上很自然，肯定是有一个能够推动导弹前进的喷嘴了。不过，要是再仔细点看的话，好像还有一样东西，那就是这根从导弹尾巴上长出来的细线了。它是什么？有什么用？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啊，是用来在导弹与控制装置之间传输数据的光纤了。以前我们讲过线控的鱼雷可没有想到在天上飞的速度比鱼雷要快很多的导弹，竟然也是有线控的。那它为什么要用线控呢？主要有2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历史发展的延续，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确还是存在很大的优势的。我们分别来讲讲。反坦克导弹是2战之后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单兵想要对付坦克呢，能用上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反坦克火箭筒了。但是那个玩意儿精度不高，尤其很难击中移动中的目标，因为在战场环境下嘛，发射火箭弹之前还要计算好复杂的提前量，实在是有点难为人呢。那如果给火箭弹加一个遥控装置，在发射前不用计算提前量了，而是改在发射后让士兵一边盯着目标，一边操纵火箭弹飞向目标，可以吗？这个呢就是第1代的反坦克导弹了。此时的士兵更像是一个操纵遥控飞机的飞手，需要全程仔细观察并控制导弹飞行的方向，直到它撞到目标上才行。那么控制指令是怎么从士兵的遥控器上传递到导弹上的呢？靠的就是一根导线了。因为这个时期的技术水平很难降低无线电设备的体积、重量和成本，再加上从火箭弹简单升级上来的导弹本身呢，射程也很短，飞得也很慢，一根导线完全就够用了。最重要的是还十分便宜。你看，大体框架就基本这么确定下来了。即便之后的第2代反坦克导弹在对制导方式上进行了重大升级，将士兵根据经验来手动操纵导弹，变为只需要把十字压在坦克上，导弹自己就能飞过去了。但用导线来传递指令这方面呢，还是大多被延续了下来。因为相比起此时已经可以用的无线电，导线还是更便宜、更可靠。好了，再后来呢，终于出现了真正可以发射后不管的反坦克导弹了。比方说很有名的标枪，它可以自己锁定目标后自主生成制导指令，完全不需要射手这边提供多余的信息了，导线也就在它身上彻底被抛弃了。看起来它已经进化成了一枚真正的导弹的样子了。毕竟拖根绳子这个画风嘛，虽然发射后不管好是好打击精度高，射手也能马上撤，但问题还是会有比方说导弹飞了一半，你突然发现一开始瞄准的是个假目标，或者发现了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这个时候想要让导弹再改个方向，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于是后来人们又把导线给加了回去，而此时加回来的就是不仅可以把指令传出去，还能把图像传回来的光纤了。光纤传输的优势非常明显，不仅速度快，数据量也可以很大，所以在现在的反坦克导弹头部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光学摄像机的，它可以将导弹飞行途中看到的画面实时回传到射手控制台的屏幕里面，赋予了射手一个导弹视角，从而令其可以更轻松地操纵导弹。具体的优势还可以体现在一个是发射后锁定，也就是射手可以先不用瞄准目标，而是躲在隐蔽的位置，把导弹给先发射出去，然后用升空后的导弹视角来选择和锁定目标。这个的附加好处就是增加了射程，因为它不再受到目视距离的限制了嘛。2是模式任选，射手也可以在一开始瞄准目标，采用发射后不管的模式，让导弹认准目标，出发后自己去追踪并完成打击。但也可以随时人为介入，去改变攻击目标或者是放弃攻击。3是体型小巧，由于通过光纤可以随时与制导站交流信息，它自身所携带的系统就可以很简单，既可以把体型做得小巧，也可以把单发成本做得很低，有利于大批量的生产和装备。这也难怪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先进的反坦克导弹舍不得剪掉尾巴上的这根线了。但有个问题导弹的推进火箭在尾巴上，光纤也连在尾巴上，怎么就不见高温把光纤给烧断了呢？秘密就藏在它身上装着不止1台发动机上了。尾巴上呢确实是有1台，但它只是短时间的燃烧，在一开始的时候把导弹推出发射筒而已。这段光纤有比较特殊的保护，加上燃烧时间又比较短，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出了发射筒之后呢，真正的主发动机要点火了，
它在哪儿呢？它其实是在导弹的中段，然后喷口不是直接向后，而是斜着向2个侧面，就像这样一样，左右两边对称斜着喷，靠向后的分力继续把导弹推向目标。虽然这样的画面比较少但我还是找了几个给大家看看。其实做完这个模型之后，我才发现真正的 MMP 侧喷管呢还要更靠前一些，改天我再修改一下，顺便再给它加一个底座，应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桌上摆件了吧。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UH-60黑鹰其实差一点就不是黑鹰了因为在它之前呢还有另外一架黑鹰 S-67黑鹰。它是一架结合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速、高机动性、高火力与高运载能力的，有机会成为当时地球上最强王者的攻击直升机。如果 if 真正投入使用的话。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传奇呗。首先，你有没有觉得它跟我们前几天聊过的另外一架直升机夏安很像呢？像就对了，因为它俩基本上呢可以算作是竞争对手。之所以说基本上，那是因为 S-67是在夏安的直接竞争对手 S-66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当时美国陆军为了搞定越南战场，整出了一个 AAFSS 的计划，现在通常被看成是历史上第一个有关武装直升机的开发计划了。在多轮淘汰之后呢，洛克希德和西科斯基最终进入了决赛，分别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CL-840和 S-66了。一个是炮手的方位可以自由旋转，一个是尾桨的方向可以主动改变，你很难说究竟哪一个的玩法更有创意嘛。两者的各项指标在当时都是前无古人的。不过，陆军最终还是选择了洛克希德，于是就有了更名为 AH-56的夏安了。那个故事呢，我在这个视频里面详细的讲过，要是你还没有看过的话，一会儿可以直接跳过去啊。虽然最终夏安的命运也是被取消了，但是对于西科斯基这家发明了历史上第一架实用直升机的公司而言，一开始就被对手给打败，这口气实在是咽不下去嘛。于是他们回到办公室，暗暗就下了一个决心，不管你陆军给不给我合同，我也要设计出一架地表最强攻击直升机出来，它就是 S-67了。显然S-66失败呢不是没有原因的。陆军认为其在速度升上去之后，将用于平衡主桨扭矩的尾桨旋转90度去提供向前的推力，实在是有点冒进牺牲了安全的速度，他们宁可不要嘛。那 S-67必须要吸取这样的教训啦。于是它的设计呢，就是一种在基于已经经过验证靠谱的技术上，叠加上一些新的元素的，融合混搭而来的综合体了。准确点说就是把这3架直升机 S-61F、S-66和 AH-56当中每一个被证明是有效的、最有特点的设计给拿了过来，变成了自己的东西。比方说插在机身两侧的小翼，比方说能够提供强大稳定性的垂尾，比方说能够带来更高转速的旋翼翼型等等。总之按照西科斯基自己的话来说 ，S-67是一架将经过验证的组件与新的设计理念结合起来，大大降低了成本和技术风险，并提供出高性能、高易维护性和高可用性的全新的武装直升机系统了。好，那咱们就来看看它到底有多牛呢？首先，这样的开发理念呢，的确是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开发周期。S-67的团队仅仅用了7个月就制作出了第一架工作原型。这架被命名为黑鹰的直升机呢，有一个后掠的固定翼和一个大大的弧形垂直尾翼，用于保持稳定性。有一个狭窄的机身和一个可供2人使用的驾驶舱，以及充足的备用动力了。虽然这架直升机的线条看起来可能有些眼熟但并非所有的元素都来自西科斯基自己的设计库。实际上 ，S-67是第一款使用大型弧形垂直尾翼以提高方向稳定性的直升机了，并且还在后来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当然，它也是有尾桨的，在悬停和低速飞行期间用来提供扭矩补偿。但垂直尾翼的设计非常强大，当直升机的速度仅仅达到74公里每小时之后呢，就可以为其提供所需要的全部稳定性了。这种设计不仅具有良好的机动性，它还能够为直升机在危险的空域中提供更强的生存能力嘛。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电影《黑鹰坠落》看过的话就能明白了对于普通直升机而言，尾桨损坏是灾难性的。但如果把电影里面的黑鹰换成我们这儿的黑鹰，也就是黑鹰它爹的话，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了。只要是它的尾部的基本形状保持不变 ，S-67黑鹰呢就可以继续前进，安全的返回基地了。接着咱们再来看它那对不同寻常的固定翼了。它们是可拆卸的，
可以为不同的任务进行单独的配置。带有可扩展的空气制动器就是这个玩意儿了。它们可以在不到3秒的时间内完全打开或者关闭。在大多数情况下呢，这些空气制动器可以将黑鹰停止的时间缩短到1半。与其他类似的直升机相比，这样的机动性前所未有啊！于是你看，有了这样的空气制动器、8.2米翼展的固定翼和硕大的稳定尾翼 ，S67黑鹰在几乎所有的速度下呢都非常稳定，就有了相当出色的目标捕获和交战能力嘛。说回到机身可以看得出来。相当狭窄，有没有？尤其是跟大多数其他的直升机比起来的话，那这种载体机身呢，就是 S67的外形更加纤薄，使其在正面暴露时更加难以瞄准，同时呢，也有利于其飞得既快速又灵活嘛。2台通用电气的 T58-5涡轮发动机，总共3000匹马力来为 S67提供动力，相当强大，也相当先进啊。在1970年12月就为它赢得了第1个世界纪录，在一段3公里的狂飙之中呢，飞出了349公里的最高时速，但仅仅5天之后呢，他自己又把自己这个记录给打破了，使极速来到了355公里每小时。下一次想要再打破它呢，差不多就是10年以后的事情了。而且，即便到了今天S67的速度还是要比大多数的武装直升机要更快。好，光快、光灵活就够了吗？不 ，S67的拳头还要超硬啊！在执行攻击任务时，这架直升机可以携带超过7000磅，也就是比3吨还要更多的武器和弹药了啊！包括安装在炮塔上的7.62毫米机枪、20和30毫米加农炮、40毫米榴弹发射器，以及机翼上挂着的火箭弹或陶式反坦克导弹吊舱。对地攻击火力可谓直接拉满啊！同时它带人的效率也不低啊。尽管机身狭窄，但是稍作改装呢，就马上可以在驾驶舱后面腾出一个能够运送6名全副武装士兵的空间了。这运兵速度就真的不是地面装甲车能够比的了。而如果是负责搜索和救援行动，则可以把辅助油箱安装在直升机的机翼上，使其高速航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另外，要是既不运兵也不搜救还不打坦克的话，它的肚子里面也不会闲着的。在装满用于观察和监视任务的集成电子设备后呢，马上就变成了一个战场上的上帝视角了。可见 S67呢是一个适应性相当强的平台啊，所有人都很喜欢它，尤其是飞行员啦，据说评价相当的高，可以随心所欲做出很多看似不可能的机动和花样出来，既实用又解压嘛。这些还真的又引起了陆军的兴趣，尤其是他们对于夏安的表现感到失望之后，不得要找个替代品吗？黑鹰看起来在各个方面都很符合啊，这次希克斯基的注应该是押对了。但是谁会想到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休斯的一架原型机突然就闯进了陆军的视野。他是谁啊？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 AH-64阿帕奇了。黑鹰在美国陆军这边呢，就这么从名义上坠落了。但是希克斯基并不甘心啊，他们非要黑鹰真正坠落一次。既然你美国陆军看不上，那总有人看得上的吧？于是1972年末S67被打包运往欧洲，然后是中东，开始寻找潜在的买家了。就在已经勾起了一些国家的兴趣之后，他却在1974年的一场表演中，当着众人的面在低空翻滚时意外坠落了，2名飞行员都没能幸免。这个就成为了压垮 S67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从此世上再无他的故事了。黑鹰的称号自然就落在了别人的身上嘛。好，大家还想听哪架飞机的故事呢？留言给我通通安排上。打印了一个蛮厉害的 F14Q 版模型，你看够迷你吗？机翼居然还是能够动的。能动不要紧啊，关键人家还是联动的。你可以从这个孔里面看到它俩咬合在一起的齿轮，很厉害吧？但是还有比它更厉害的啊！这一架 F14更加迷你，而且机翼照样能动啊！你看摆在一起是不是很有感觉？不过这就完了吗？得要再加个航母让它停上去才够味儿嘛！舷号65说明它是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好，把2架 F14摆上甲板，这下就真的可以结束了吧？抱歉，还没有啊！大风大浪下 ，F14得停进机库啊，所以他就为此准备了一个储存空间。这下搞定了。酒后开车已经相当危险了，那如果是酒后开飞机呢？关键是这还不是酒后开飞机啊，而是边开飞机边喝酒，怎么回事？驾驶苏联第一架超音速轰炸机图22的成员们就会这样一边飞一边被迫饮酒。
不是西酒啊，因为为了给机组成员提供空气以及给他们制造一个温度适宜的驾乘环境，图22的设计师专门开发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空调系统。该系统会借助发动机的压缩机来提供空气，并让它通过一个由60%的水和40%的酒精混合在一起的蒸发器，借由酒精的蒸发吸收热量，最终呢向机舱吹出凉爽的冷气。你注意到没有啊？60%的水和40%的酒精混合在一起叫做什么液体啊？这不就是伏特加吗？对的啊，每一架图22在出发前呢，都会装满大约200升的伏特加，并以每飞行小时40升的速度消耗。如果完成任务降落后还有剩余，那么机组就会慷慨的把它们跟地勤一起分享掉。毕竟他们在空中也差不多吸饱了。于是图22因此也多了一个别称——超音速酒罐。好，这个超音速酒罐呢，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你要是想听的话，就留言来告诉我，我安排上。在太平洋战争中，一名美军飞行员被日军击落了，从而迫降在了海面上。他在海里面漂了好几个小时，一直都在默默祈祷着能够有人来救自己。最后还真的被路过的一艘舰艇发现了他，于是这名可怜的飞行员成功的就被救起来了。被救之后的落水飞行员感激涕零啊！哎呀，太感谢你们了，我都以为自己快要死在这儿了。不过那艘舰艇上面的官兵的回答呢，却出乎了他的意料啊！不用谢，不用谢，我们救你呢，只是为了冰淇淋。是的，只是为了冰淇淋。虽然这只是一个段子，但也说明了冰淇淋在二战美军心目当中的重要地位啊！因为当时美军的舰艇中呢，只有航母上才会有制作冰淇淋的机器嘛。航母上的官兵冰淇淋管够，但是小型驱逐舰上面的美国海军和后方的陆军呢，却吃不到。正巧啊，美军当时经常有飞行员被击落，迫降在海里面，如果不迅速救援，是很难存活下来的。于是借着冰淇淋这股劲儿呢，海军高层就顺势发起了振奋人心的救援行动。战斗时如果有被击落的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落海，那么每搭救一名飞行员的驱逐舰就可以从他所属的航母那儿领到冰淇淋啦。当然如果救的是中队指挥官呢，那就可以获得25加仑，也就是差不多95升的冰淇淋。好吧，这个消息一放出来啊，所有的驱逐舰都支棱起来了，全都积极的参与到了大战后的捞人竞赛当中。一时间美军士气大增啊，甚至还出现了一大群救援人员和舰船蜂拥而至，只是为了救一名落水飞行员的壮观场景。可是海军的问题解决了，后方的陆军就难受啦。本来还有人陪我一起吃不到，还不至于这么难受吗？怎么突然之间就剩我们自己了呢？怎么办啊？于是用战斗机制造冰淇淋的创新就诞生了。1944年10月，艰苦的贝里琉岛战役已经接近尾声，日军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能力对美军再发动进攻了。无所事事的陆战队第122中队指挥官蓝英宝少校就把不怀好意的眼光瞥向了 FCU 海盗。是的，你没有猜错啊，他决定要用 FCU 海盗战机来制造冰淇淋了。我们先简单说说 FCU 海盗啊，它可是二战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军队的主力啊，是日本战斗机的强劲对手。大战结束之后呢，根据美国海军的统计 ，FCU 的击落比率为11比1，即每击落11架敌机才会有1架被击落，拥有着骄人的战绩啊。就是这样一架飞机被卸下了机腹下面的副油箱，然后呢往里面倒入了牛奶和可可粉，再由飞行员驾驶着它飞到1万米的高空，利用高空的低温让牛奶的温度急速下降，从而凝固。但是等到飞机落地之后呢，众人都傻眼了，这哪里是什么冰淇淋嘛，顶多就是加了可可粉的冰牛奶嘛。就在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呢，地勤人员发现了门道，最终他们一致认为问题是出在了发动机排出来的热气了。因为这个副油箱是位于发动机排气口的后下方，所以在飞行过程中，整个副油箱里面的牛奶呢，其实一直都是处在高温的状态下的。于是地勤人员就重新设计了2个铝制的筒子，把这2个筒子挂在机翼的下方，而筒子外面呢有一个螺旋桨，当飞机飞起来之后呢，这个螺旋桨就会转动起来，延伸到筒子里面的轴心，而转动的轴心就会搅拌筒子里面的原料，让原料充分混合。最后的试验结果大获成功，飞机每天飞1次就能够满足整个中队和地勤人员的冰淇淋需求了。而这个每日的冰淇淋制造飞行也自然就成了122中队的秘密任务，他们叫它冰冻任务。但是最终这个冰冻任务还是曝光了起因是在某天执行飞行任务的飞行员因为在下降时速度过快，导致挂在机翼上的2个桶脱落了。要是简单脱落其实也无所谓大不了再来一次嘛。但是要命的是正好就掉在了陆军营地的正中央。
起初士兵们都以为那是炸弹啊，直到一位胆大的士兵过去一看，才发现，哎，这明明就是巧克力冰淇淋啊！一时间，中队都炸开了锅，纷纷效仿122中队，开始了这项冰冻任务了。你看，直到现在，在美国的众多甜品之中，还是没有哪一种能够超过冰淇淋的霸主地位嘛。GBU-28地堡克星非常厉害啊，可以轻松穿透6米厚的混凝土。你想象一下，足足有2层楼那么厚的实心混凝土，什么概念啊？但是啊，它其实是东拼西凑出来的，而且还凑得特别快。从研发到实战只用了短短20来天的时间，是另一个不可思议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呗。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在沙漠风暴行动早期，美国人失望地发现，不管他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和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多么的准确，但就是端不掉一些地堡嘛。原因很简单，这些地堡呢是由南斯拉夫的建筑师专门设计的，采用特制混凝土构建而成的超厚掩体，它早就被证实坚不可摧了啊！在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呢，便已经扛住了无数来自伊朗的炸弹。这次换美国人来，结果看起来呢似乎是没有两样的。那美国人就很恼火了，我宇宙第一军事大国，怎么可能连你一个小小的地堡都搞不定呢？搞！怎么搞呢？让炸弹可以钻进去再炸呗，这就是钻地弹了啊！为了让它能够钻得更深呢，设计师可以从以下这3个方面入手。第一，他们可以使用更重的炸弹，因为更大的重量意味着更大的动能，在撞击目标后自然会带来更大的破坏了。第二呢，他们可以使用直径更小的炸弹，较小的截面积意味着在炸弹穿透混凝土时，只需要移开更少的材料就可以了，自然穿透效果就会更好嘛。第三啊，他们可以使用速度更快的炸弹，以增加撞击时的动能。好，考虑到时间紧、任务急，咱初代钻地弹只要能用就够了。至于性能提升啥的，后面再慢慢来嘛。那怎么快速找到符合以上3点的现成解决方案呢？就是这枚奇葩的炸弹 GBU-28 了。它的导引头呢来自宝石路，是一个成熟并精确的激光制导方案。它的诞生来自退役的 M110 榴弹炮炮管，在裁短磨掉里面的膛线，并稍作加工之后呢，就摇身一变，为钻地炸弹提供了一个极其坚固的框架，又重又硬的框架。至于更快的速度，那就通过高空投放，再由尾部的稳定器来减阻创造了。于是这枚炸弹来到了5.8米长、36.8厘米粗的超大长径比。看起来有没有一种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里面那根钢针的感觉呢？他们的确干的是相似的活嘛。不过在 GBU-28 里面呢，还是有炸药的。它被封装在这根已经身经百战的炮管里面，重达295公斤，是由80%的 TNT 和20%的铝粉混合而成的，因此拥有更大的爆炸压力，威力上呢就比单独使用 TNT 时大了18%，相当可观啊！这款炸弹的整个生产都是在美国陆军的沃特弗利特兵工厂里面完成的，因为那儿就是生产榴弹炮炮管的地方嘛。考虑到整个炮弹的核心就是 M110 炮管，这么安排是相当合理的。而且由于任务周期实在是太短，基本上呢，炮管是一边加工一边等着最新的设计方案实施在车床上修改的。送到空军基地的试验场时呢，上面还在滴着淬火油，摸起来仍然还有余温呢。最终2枚 GBU-28从巴格达上空扔了下去，成功的击穿了地堡的外壳，造成里面所有人员的死亡，非常惨烈啊！它于是带来了2个结果，第一个是有了这样的武器，地下堡垒从此也变得不再安全了。第二个是使用这样的武器是容易产生争议的，尤其是美军在沙漠风暴里面使用的那次，在杀死了大量可能无辜的人之后呢，其实离整场战争结束也就只剩下30多个小时了。真的有必要这么不择手段的来上一次吗？算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散了。